本节目由新行政电动旗舰蓝图追光 PHEV 冠名播出。肯定是所有人都不想冲突啊，我是不是更不愿意，或者说更怯懦，更啊？你碰到过那种吗？就是他也没有说，另外我不知道有没有啊，就是他也不是说另外有男朋友，他就是不愿跟你好了，有这种吗？就你的经历里，当然我其实更想问的是，你失恋的时候，有没有嫉妒，还是说就单是自己痛苦？有，失恋的时候当然会嫉妒那个女孩跟别人，会琢磨，有时候还知道，或者说那知道了怎么弄？就心里嫉妒。我想想啊，我的意思是说，至少有一条，就是说，你会不会恨那个男的？不太会，因为这也不太熟啊，那种，就是嫉妒这种事儿，这个反正比较而且失恋可能都伴随着这种，什么嫉妒什么的。那时候嫉妒，我就还是想知道，那个嫉妒是什么样的？就是咱们读小说啊，有时候嫉妒会特别针对另外一方，但是也可能，就我个人的那个心里能想的，我觉得好像也不是那样，就是好像。不是我多少有点想问，就是说你约我过来，我肯定不是一个搞哲学的人，也就是算一个，就你怎么会想到我找我？啊，对我是想就着你的那个这个个案，讨论一个带点儿所谓理论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有时候呢，我们就讲人呢要有那种精神世界，就是对一个更广泛的人生意义的追求。就说你吧，以这个爱情与死亡著称于世啊，显然爱情在你的精神生活占的比较多一点，但是呢，这说法里头，有哪点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在你个人的那个意义追求中，那爱情到底是怎么在起作用？50年就是我的分裂和那什么和各种那个小局，对，然后其实我也想了很多，就是
他如果只有一个大脑，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不是我在倒腾。就是这个权力上的，你不要事事老整这个领导。你装回去吧，你得到一个怪物，它既不是交大，也不是林黛玉。你是作为一个 agent， 在这个层面上，你才有了自我。我也同意，就是说这个笛卡尔主义者和唯主义者是绑在一起的。人这个逻辑上就是大白眼了吗？我知道你不要跟我说。为什么要从一开始我就直接要坚持一个我可以说你不能说大脑，因为你说大脑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这样子要谈到一个更整体的我。就是说你可以这样，那就是反正我们就不要播种之脑，就播种之人。拿杯子的他确实成功了，在这个意义上你不能否认的。爱情对于人生意义的，那什么吧，就是说，反正这个谈恋爱这事儿，反正就后来就变得，我个人吧，反正至少或者不知道，就是那种很大程度上就是好像是一种满足精神的需求。你比如说俩人热恋的时候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比如看什么都美好啊或什么的，然后呢，更重要的一个是不是那么美好的东西，恋爱里面的纠纷啊，如何摆脱呀，就这些事儿，然后失恋的时候感觉特别灰暗那种，感觉甚至绝望什么的，OK， 可能还容易触及点所谓深刻的东西吧，比如说人生啊，我就像爱情歌唱的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什么的，有时候，这种感情从来不发生在男朋友之间，是吗？比如说，咱们俩好。后来我跟比如说阿坚特别好了，慢慢疏远你了，然后你就心里难受，有吗？没有吧，从来没有。我想想啊，没有，好像没想出来。那我能够贸然就总结一句，就是说，虽然你成天跟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多得多，但实际上，你对男朋友的感情至少应该说不是特别强烈。是，不是特别强烈，甚至我都不知道是不是说可以说不那么上心啊。但是在女性这方面，就是反正就是搞得特容易大起大落，就那种无论是正和反的那种那种激烈，那种缺失，那种饱满，好像对人生意义有一种新的感受。是。说到这儿，我就在想啊，换一个角度，就说，是不是，一个人有好多个面儿哈，就是就说是不是有些，你只能跟一个女伴儿，我指的不是身体上是吧？这点太明显了，是不是有的你只能跟一个女伴儿，你会觉得是你的真我的一部分。如果要是没这女伴，你的真我的那部分就也不会展现了，也就等于就没有了。反正那倒是都按我的经历上是这样的啊。我要没经历过那些，我不知道什么地儿会经历啊。对，但我主要想说，就是说，可能我们刚才光说那个感情的幅度，那个也不见得特别对。就我举一个特别遥远的例子，就一下就举到，比如说像伊利亚特是吧？整个伊利亚特是为这个海伦闹起来的，但是呢，其中就没谈巴黎斯跟海伦的什么爱情啊，或者
莫涅拉斯就她的以前的丈夫是按照现代的话说多爱这个海伦，他不是波澜壮阔嘛？那人吧也是那个感情的幅度特别大，是吧？有点愤怒啊，什么那个友爱啊，那种残忍啊、同情啊，就是交织在一起。可是从哪来呢？其中的一条，那个英雄的那个荣誉感，我们现在就挺难想象的，就是为了一点荣誉就翻天覆地。其实我觉得传统社会夸张点来说的话，人们对人生意义总是另有寄托，什么政治啊、荣誉啊，什么男性俱乐部啊，什么战争啊，什么这些，但是现在吧，就是这些事儿慢慢没有了。就你在社会生活中所做的事儿，我求职，我上班，我提职，我多挣，我少挣，这都不是浸润着我的个人感情的啊，好像这都跟那个个人的那个精神追求就越来越远。如果个人感情还有一个逃脱之地的话，就是男女之情。所以，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应该是更重视追求爱情。我是不是讲偏了？没讲偏。就是说，我是想说，爱情它有那么美好吗？对，哎，要不这么说吧，我要是当年没染上爱情，可能不仅不是缺失，也许是啊，也都或者说我丧失了很多那种狂欢什么的，但是是不是还会有别的？就这么，那真正的精神追求可能是在别的地儿。对吧？这个两性之间的这种精神的追求或者精神的需要，实际上是一种陷阱和幻觉，是一种更脆弱的精神追求。那能不能？来了，还带着西瓜来，你看你这。那么我们换一个角度，就说你的那个边缘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需求的，或者还是不是你的精神追求的动力？是吗？曾经聊过啊，就是我可能从心理上从来没觉得自己是边缘人。可能一个原因是他一直在所谓这种文化圈，
那当然文化圈也分那个做鞋那帮啊，那帮就。那帮我们就是还觉得他们是不是边缘人，就是说就是他们那路不正啊，就是还这种那个。然后我也去，我不是在那个我们家介绍的所谓国家机关也干过一点儿，但那些事儿都就不对，怎么都不对。所以，比如说我姐或者我家里人，或者说大院里的好多邻居，就会认为这人反正就是什么写不写，什么作不作家，这关键就觉得他什么没工作啊，这个就都不着调，属于一个不着就这么一个啊。但是这种看法呢，有时候是不是就是我们就把它归纳为世俗看法，就也不觉得好像不重视啊。对呀，那不世俗就是那肯定应该是主流。对，那就有可能实际上就是挺边缘的，只不过我们一直活在一种幻觉里。哎，你要想点不同。你说我就觉得可能感觉就不太一样，因为就说阿坚吧，他会把自己甚至标榜成边缘人，会吧，而且就以此几乎是一个旗帜，就是要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肯定是标榜这一点上，我肯定同意。但是那个你说边缘人，我就马上就能想到文学史上的，我不知道那些啊，什么凌虞者，什么那个旁观者，他们那帮作家是怎么一个想法？你像阿坚这种，他是特标榜，就是而且很极端啊，不出书，坚决，然后什么。就有点后来就变成为了边缘而边缘。但是我是觉得，边缘生活价值依然存在，而且依然不失标准。但那东西肯定大多数人不是不认可，是已经不太认识了。对，这个我就要想多问一点。我觉得像你们一开始不走那个大路，那个时候呢，不管你分析有多么复杂的这个实际情况，因为我不可能不看到有好多是任何说成一个单一的，我都会很怀疑，就是我怎么就上了这个道。但是呢，有一点呢，我相信是真的，就是你们的确觉得呢，那个大刘啊，他就是精神性不足，你也可以说他就是俗套啊什么，反正总而言之，只有在那个不大刘的地方，才能有真正的，你叫他英雄主义也好，精神性也好，各种吧，反正这种真正出彩的。都不在那大流里头，都在那个边缘的地方。对于大流来说呢，没矛盾；对于这个边缘的呢，他就有矛盾了。就是咱们现在正想聊的这个矛盾。就我这么说，我不知道你听听试试啊。80年代的时候吧，这个。当时的人呢，特别就年轻的、比较优秀的这些男女，对特立独行就都挺尊崇的。那特立独行有好多
特立独行的办法，比如说我搞改革开放，我敢说敢做。当然还有一种就是所谓你们这种走上的是边缘人的路的，但是呢，这时候呢，边缘人，就是有一个光环，他当然不是主流，但是也被社会的一部分推崇。但后来社会越来越正经之后，这种光环就越来越淡。到现在的话，那当然，这边缘人真成边缘人了，就是社会也没推崇你，甚至也没有，批评你，就是你就不太存在了。就是说我哪怕特孤独，但是大家能感觉到我的那个存在，那也挺好的。那你怎么能够维持那个就是标准？我这么描述，你觉得能行吗？能行，但是就可能就是你那最后一句话，可能是不是还没说完？就是说，那种一个人特孤独，但是依然还不失标准，这可能也是分人吧。你像阿坚，就是把他现在那种，就他起码他诗好久没写了，然后文章基本也不写，就是写点那个小纸条什么的。然后还有朋友还在写，不是说一直都好啊，反正就是说动不动他就会来那么若干篇，我觉得那东西就是好，就是在，然后我现在还在写。只要有人约我就，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啊，我就基本就答应写差不多那能答应的啊。然后还有一些要没人约，也自己会写一点儿。你看啊，对，就是关于写作，就是写作，咱们的动力是从哪来的？这应该算是一个更准确的问题。我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开始的时候，这动力可能挺复杂的啊，有一点点为名，有一点点为利，有一点点使命感。这使命感也分成，文学上的使命感和社会上的使命感，反正都是好多合在一起。那这之后，为了保持那个写作状态，我比较容易想象的是那种，就是成功鼓励动力啊，动力又带来成功，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啊，你不管做 business 啊，还是写作是吧？这我不多说了，你明白我的意思。然后说起你这个个案，你一帮哥们儿都是写作的，就是其中就有，然后你也写，我也写，大家就觉得这就很正常嘛，就是要写好东西。然后呢，社会呢也不断的给点反响，整个的氛围就干的就还挺带劲的。真的有时候呢，你就得等水落石出是吧？就是等到他。朋友也都撂笔了，或者反正有一搭没一搭的。读者呢，反正大家都在忙别的事儿，反正东看一眼西看一眼。这时候还有没有那种内在动力了？还去你现在这个路线等于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所以你只能够去靠自己。事情的关键就是这社会不应该是这样，而且在这个地方，其实大家是应该有共识的。当每个人都学会懂得靠自己，那这社会就有救了。我觉得恰恰就没救了。就是说，如果这个社会你只能够把那个不是自己的权利拿回。现实越来越复杂了。这就是不是也是就是在写在政治专史上的吗？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了，从柏拉图就开始在谈这个。所以这个就不合理了，我觉得他为什么没有成本呢？就我觉得我们的讨论很多时候都是在理论层面，就是在实操上，我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社会做的就是比较差。不是，但是你知道你在观念上如果有些东西不改变，它就根本是没有实操的可能性。就是
然后我外婆去世，后来说一定要去医院电击才能证明她死亡。后来就跟他们吵架，对吧？如果你不能允许自然死亡，跟我们家一样，傻。还遇到了自由女我住的那个地方也叫沼泽，发现过来。遍地。如果是这样，特别注重教育，然后就是我的备案。六浪，六浪。任何人进到我这个城里边，7天假，他这些就是六浪四方。防疫的这个大的授权下，就是政府就会。那就是活呀，啊，真的活啊，喝大。就是说，这个动力，它到底是什么？就是，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就是，哎，狗子，你看，我这么来说，我举个谁的例子比较好呢？你不像尼采，怎么描述内在动力很难说，但是呢，总的说起来就是说，他是肯定是把他自己放在西方的整个思想的大的体系里头。他跟苏格拉底作战，他跟瓦格纳作战。虽然就他的身边的环境来说，谁认识你尼采？人瓦格纳、苏格拉底都是吧？几千年的或当代的最伟大的人物。你一个小白人，但是尼采肯定不是这么感觉的。他觉得他们之间才是一个对话或者争论。他就是很内在的把自己看在这么一个大的活动中的这么一种贡献也罢，什么也罢。你任何其他的跟他相比都起起伏伏，根本都不重要。第一，那尼采我实在是就知道一些啊，读过点语录，所以对，你要当我说的是真的吧？对，那就是那我觉得不一样。我自己那个还在写，是因为这所有的事儿里面，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吧，这唯有写作那个能给自己带来那种安定吧，满足啊，自己的那腔热情就习惯用这个通道来释放啊，那别的也不行啊，所以搞不好就写作只不过盘存下来的一个习惯带来的一种惯性啊。对，我安定和满足吧，就有可能就是因为我在我的习惯里头过，那我就安定满足，是吧？但是呢，你说这话的时候就有点犹豫，我听着也有点犹豫，好像也还不只是一个习惯而已，还是有某种可能我们平常不太爱去说它，但是说的话就变成了一种稍微高调一点的东西哈。但是其实那东西应该是还在，或者不管它在不在吧，就是我们就简单的说，如果你看我现在是每天早上5、6点钟爬起去工作，是吧？我呢就愿意说呢，我觉得工作有意义，具体你问我什么意义，当然再说。
但你要说，哎呀，其实也没什么意义，就是惯了。那我能够想什么事儿来说，不只是个习惯的，那或者我们回到刚才那尼采也行啊。当时也没什么人喜欢读他的东西，印出书人家也不爱要，好容易自费印了，也没人看。可是呢，这一点都没影响到他的写作。他实际上在最后几年，经常1年就写好几本，而且是拼了老命去写。那这显然不只是个习惯。简单的说，他肯定是有一种特别深的信念。他就是要寻求这个真理，而且要表达这个真理。就是，我肯定还是不能说维护文学啊，就是我肯定还是觉得他是确实是自己这就算大半辈子一直在这里面受滋养。肯定是认为，那个文学一直就有一种叫什么“题中应有之义”，它有一种那种东西在啊，挺内在的，就是通过文学能够怎么看这个社会，怎么表述啊，是它单门存在的根儿。我也不知道用个什么词儿，比如说文学性或者什么东西，就是有一点像，所谓那个做真理追求的人的那个真理性似的，它是很内在的一个标准。到那个极端的时候，就没有人说你好，他也知道他干的那个事儿是好的。这个说法，这我有点存疑。那个，就是这以前好像多少聊过一点，就是这个文学传统或者跟那个哲学又不太一样。文学里面这种解，肯定是有求真或者那种比较所谓坚硬的那个。但是呢，文学这东西好像又比较模糊，比较容易受到社会的影响。换句话说，有个社会的风吹草动什么的，很容易被稀释或干扰啊。那种文学传统能不能帮到你一点呢？我说到这儿，我想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像这个，你像俄国作家，就是苏维埃之后，就是因为那个传统比较文学传统比较深厚，就是哪怕就这些人受到打压，什么巴比尔啊，什么这些人，但他仍然就是那种冲动还是很强。肯定有。因为我本身就是我觉得那个就是传统性不强啊。你比如说《红楼梦》，我就没读过啊，苏俄我基本也没读过。就是说关于这个文学传统这方面吧，我其实不是特别感受不是特别深，但是这几年才慢慢有点感受。你看人家写的那么好，你就觉得咱们现在好多东西写的真是不行，好像没达到你想说的那个东西。你看人家什么的，就是有这种感受。这可能也是这2年写作的某种动力啊，我个人。但是我也不知道会不会这种帮助越来越淡，就大家都会说什么，不知道是不是文字时代落幕，反正这个事实的情况也是这样。那个20年前10个人吃饭9个是作家诗人，现在是9个是编剧导演，那个
这可能是话岔开了，反正那倒没关系。你说那个我倒也在想，就是说，其中挺自然的问题就是我们个人会怎么做出选择。我记得我看读那本从黎明到衰落，后来我写了一篇书评，其中最后就谈到那地方，就是他那个作者我大名鼎鼎，但我此时忘了。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就整个现在这个文化吧，就降到谷底了吗？那你说什么呢？他说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就像那个早期僧侣一样，找一修道院。是吧？我们反正不管3七2十一，还是续这个大统。这大统没了，那我们就等着1000年之后，它重新兴起来。这种感觉你不太有，因为你不太从这种角度想问题。我可能受你点这方面的。就是你介绍的这些资料和书，或者说这些观点的影响吧，我有时候会这么想。我当时就是聊起来，我突然觉得会不会，我这么想是因为我可能也是想给自己接着写找借口。我刚才说了好多文学，其实就是说我个人，怎么说呢？就是说，一直犹豫的在文学这事儿上，是不是干的这事儿就是错了？写固然是，但又怎么样了？什么的？当然。这可能就是我这么想是有问题的啊，但有时候也会想一下，能再多说2句吗？比如说，怎么感觉错了？就是有时候。我就这么说吧，就感觉没让你越活越明白，是好像说了点儿挺自己看到的东西的，那感觉还是稀里糊涂的就离开了，而且你也知道，这2年，可能我沾宗教多了一点啊，就是觉得，文学艺术也许远远不是人类的最精神性的、最真理性的追求什么的。1、2、3，生日快乐！谁长寿180，成个大王八。啊，对，又庆祝一遍啊！又庆祝一遍啊！又庆祝一遍。谢谢。老婆。你别看现在这种落魄样子，
他拿过北京市的什么拳击的前几名，这样的，羽毛球的前几名，游泳的前几名，干啥像啥是吧？对，就是真的就是一身的本事，所以呢就混成这样，就你要没这本事还混不成这样。猜也是。这个狗的呢，你看它长得也不是特别英俊哈，还行。哎，但是呢，特招人喜欢啊。我就是跟我爱人介绍，我说他们是现在的豪杰。我爱人也喜欢豪杰。你姨夫呢？我姨夫是思想家，缺点吸引力了。这我知道，我说这因为知道我才不评呢，你知道吗？嗨。那知道了。就是说那种，我都不知道这是，我就说吧，因为看着他们那些寺庙里那些，有的是出家的，有的是在那儿当义工的啊，那都真人，他们就在那里一年到头的就那么待着，然后感觉还是，就叫怎么来，挺受鼓舞或者叫鼓励吧，就是觉得起码他们还在追求，就这种感受。那世俗就是觉得在过一种无解的生活。那边好像也不见得有解，还是说就已经有解了，就是感觉这种生活更接近。我在文学里面慢慢，就几乎没有了。但我觉得，这说法里头，无论对和不对啊，但是我觉得还没有，好像还没有到这个地方。你看啊，是这么一回事，就说，比如说现在咱们假设宗教是一个更高的精神领域或者活动，假设文学中不溜。但是呢，现在我的感想呢是这样，就是说，是个人的问题，而不是这两个精神领域哪个更高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那你就凭什么把这个无解，加到他们头上呢？我的意思有一点啊，这个都不准确。就有一点这个劲儿了，就等于说，实际上你的解就是那个，你就把它叫做解，所以你看到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要么就有解了，要么离有解近一点。就是一般人所谓的信佛，他不是追求这什么终极真理啊或者什么，他也不是那么深入去信佛，他就是信点佛，信点佛之后呢。他现在这个生活盘子吧，他也维持住了，然后那个，他那个心里的毛躁呢，还真去掉点儿，是吧？这是当然，咱们都认识一些信佛的，那非常明显的就是什么企业家、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吧？就这个阶层特别多。从这个比较恶意的角度去看，就他信个佛，也捐点钱，然后呢，该干嘛干嘛，就他两头都保住了。他达到了那么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对他个人来说也无可厚非，但你把它说成一种特别精神性的活动呢，其实也挺起疑的。
就是他不见得是在精神上解决困惑，而是在一个很世俗的意义上在解决他的矛盾，或者我要是这么来说，你会怎么回应啊？这我有点无力解说，就是说，我就特想说，那个是不是真正那种佛教徒，或者说，也不就是实际上恰恰对这种东西特别，就是比较鄙视，可能还不如那些就是。佛教根本不沾边儿，然后天天那么过，还不如那种。对我这是对社会现象来讲，那么当我们就讲到你狗的个人的时候呢，那么我现在就是在恶意的在猜测呢，就是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说你觉得是通过某种精神的途径在解决你那个困惑的时候呢，实际上。并不是在那个意义上解决了困惑，而只是说，生活到这时候，有点吃不住那个以前的那个困惑了，就是那个精神力量不够了。但是呢，并不是靠维护精神力量或者重新增生这种精神力量来承担这样一种局面，而是用一种更讨巧的办法。就是并不是精神性变多了，而是变得更圆滑了。其实我老这么说，我很怀疑我自己有什么困惑。天天这不是过的，也。是啊，那个我不有说嘛，狗子以困惑著称于朋友圈，但是呢，虽然是以此著称，其实到底是谁获深谁获浅，也不能看他自己怎么说，你得看他过的是有困惑还是没困惑。打倒陈家硬，我听太多了，成真是。谢谢，咱俩成对对，就是。来，前两天买了格林童话，发现格林兄弟还是一哲学家。对他们搜集那童话的时候。相对来说比较原汁原味。我其实就是想弄那个，但是没弄着，买不着了。对，后来他们不断的改编，对，东西越来越干净。对，然后特别干净了，你们就开始所谓边缘化，跟那个正统的东西哪有那么干净啊？但以前东西本来就没那么干净。长恨世人心意少，爱说南朝狂客。我大概1周前真的那个不算长。那你是这样吗？在女性上面，你的是情绪给你带来的，好像不是，并不是像我这样。对，对我一直我今天尽量想以你为个案。行，没问题。那个。我的就一般都只能在比较抽象的知识的层面上说，说到这个个案生活，我就变得高度的不诚实、狡猾、多多善善。这个是因为，对，不过，
我觉得就我所能了解的来说，跟你比，不是那么的爱情导向的，不是那不是。跟50年代有关吗？我不知道啊，我这是你现说，我这么现想。就是我们但凡读书的人呢，还是多多少少跟这个以前的士大夫连得比较紧，就有点那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就是一个中国传统的一个，就没有把个人生活太当回事儿，对。直到现在做这个古典政治学的、古典政治哲学的，有时候都会把它当做一个真理。就以前的人那个精神世界，或者刚才说的那种感情的强度，就只有最正当的，就是在政治中这个想法其实是从希腊城邦来的，是不是到后来是一个现实的想法？这很可疑。但是在咱们这上下文呢，倒可以这么说，也就是说，至少它并不见得都在爱情里面。佳颖，该吃晚饭了啊！行，我们再几分钟。这个话题可以接着聊，但是我倒是愿意那个，就是从这儿还是就是谈你个人啊，就是你这个人的跟我所接触的其他的男士不太一样。对大多数的男士吧，可能对女士也是啊，但是我比较了解这个男士，就是他呢比较有一个要跟别人比的劲儿。小男孩就挺明显的哈，我爸官大还是你爸官大是吧？后来大了就掩饰起来了，也可能是改变了，也可能是掩饰了。你看呢，就是咱们都有点反对那个，就是凡事都比是吧？这不是说反对，不是肯定就是不好的。但另外一方面呢，就好像追求卓越啊，或者说把事情做好啊，都带点比，像跑步，工作，甚至家庭，就说是怎么一来就使得那个比就变成了一种比较正面的东西，它就是好好的接构到你的那个生长中去。什么时候它变成了一种恶化的东西，然后又有好多稀奇古怪的变形。你来说说你自己。我就是说比哈，我也不知道啊。那不是我能想出一点儿。比如青春期的时候，你很为什么相貌发愁什么的，但是这玩意儿你怎么比啊？这个也没法比。然后后来在写作上，有过那个，比如说别人比我写得好，会有一些嫉妒啊，就是那种。但是这种东西，首先我就觉得，第一，我就觉得这肯定是不好的一种东西啊。然后，就是好像他在这儿说过一句话，叫“文学不是竞赛，是奉献”。那肯定就这种比，我认为就是实际上是一个挺不重要的一个指标一个是道理上，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自己情感上也特别不舒服啊，心烦意乱的对，那肯定
说明哎，肯定就是有问题，那就不对。你说的挺好的，就是呢，我们可能就说他因为他不符合道德，然后呢他是不好的，所以我们想办法克服它、弱化它。但我觉得你说挺好的，就是就实际上这是摆在你心里，它就已经有点不好了，就用不着那么多道德准则，就真的能转化，是吧？我不知道怎么转的，反正起码那个从大面上说，就是从那个大道理上来说，无论是你要觉得比你强，你就产生自卑、嫉妒；比你弱的，你就对傲慢啊、得意。对，这就是很容易就是变成了一种让人生更能自圆其说的借口。对于个人来说，这个就特别需要警惕。对我来说，我相信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就是一方面呢，肯定还是对自己啊，或者对人生啊，就感到一种内在的缺陷吧，在那个意义上那种不满足，你就免不了希望有一种提升吧。这个提升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一种警惕，那就不愿意用一种自我欺骗的方式，就是使那个缺陷不那么刺人了，是吧？从这角度去想，这背后可能是我们怎么来看待短暂的一生里面你自己的各种选择，就是看看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是在这些事儿上是怎么感觉的，然后后来是怎么走的，然后最后怎么失败的。这算失败吗？就是输的明白，输的心服口服，这，这算，我觉得这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就是你赢了或者你输了，但都是元气饱满的。我是瞎说啊，那么呢，在一个意义上呢，你就没有特别的输。行，咱们那个说好要跟阿坚饭了，咱们就去吃饭，好吗？行，好，行。哎呦，那然后我们就开啊，对，教授。正好这两天我看你给我那本杂志，上面谈那个休谟之死，像休谟啊，或者是马丁路德啊，一个人面对整个社会一边倒的这种限制和压迫的时候，肯定特别紧张。他血压有点不高，就做不了。特别紧张。说的那个，就其实有个小环境，休谟一方面呢，他的确得罪那个。就所谓主流观念，但是当时苏格兰的人的那个，就是特别开放，有点像咱们80年代社会，就是特别多元。所以休谟晚年过得还是蛮好的，就没有。
陈老师，有观众提了一些问题，希望得到您的解答。嗯。我觉得需求啊，可能要跟能力连在一起来说。比如蒸汽机一开始在煤矿泵水的，但你有了蒸汽机之后，别的需求也产生出来了，火车呀等等，它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不过呢，这头也发生了一件事。以前呢，这互相的促进都是很慢的。技术突飞猛进之后，我们的能力就迅速提高，创造出了很多从前没有的需求，而且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也不是必要的需求。谁需要有几十件衣服、几十双鞋？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现代的现象。我想没有一般的判断办法，也许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想。哪些需求让你觉得生活的更丰富了、更自在了？这些可以说是比较真实的需求。哪些需求让你生活的更累赘了、更疲乏了？我觉得这些就可以说是多余的，甚至是负面的需求。